就是我们两夫妻现在开的这个店，差不多要8年了。我先生他就专门去求那个卤味。尽管白天要在店里工作13个小时以上，但每天凌晨6点，林丽珍都会和往日一样，准点来到市场采购最新鲜的食材。兄啊，你特登搞個撈吧？好，要整撈啊！啊，那謝謝哦。是啊，攞啲整理咗一下，咗好。阿公，我們今買來吧，我特登你本來就嘅計劃來處理了，你過來過了，你就改個結個這個改結個來結有錢啊！好，我來結。潮州果汁通常搭配卤味，虽然开卤的食材不贵，但是过程极其繁杂，没有耐性，难以处理。店里只做6种卤味，因为陈子明要把时间留给最花功夫，也是最让食客惦记的猪肠。處理得等就想麻煩了。包啲雞卡，豬油就是那就得等，就叫辣，就雞啊，該處理白就好。到你做來個過些處理，水白加清楚。你就處理乾淨了，你攞給它滷。陈子明处理卤料会多上一步炒制。一起放锅里翻炒的香料有10种以上，南姜、八角是主角儿，小火煸炒几分钟即能逼出香味儿，倒入布袋，每家秘制的卤包就完成了。以前食擺了就加了就簡單就可能創新喎，簡單就可能改了，唔好再適合大整喎。卤水調色的關鍵是熱鍋下白糖，待白糖全融化後，加入1勺開水，糖色魔術般變得锃亮透紅。煮讓它煮到開為止，然後就下生抽、老抽，還有椰露，還有下糖，差不多的時候就來下這些肉啊。食材的屬性不同，為了卤得恰到好處，陳子明會把6種食材分鍋煮，而不是一鍋燴。卤豬腸、卤五花肉、卤蛋、卤豆腐、卤苦瓜、卤腐竹，正是他願意費功夫，才成為了店裡招牌果汁的明星配料。另一邊，林麗珍驅車2公里進到一條小巷中，他要找的周國興正是一位做果汁皮的高手。30多年來，周國興每天只做一種食物——果汁皮，也是周邊早餐店的供貨主力。和大多數果品一樣，果汁皮的原料會選擇本地的大米。不同於揭陽地區的蒸製，潮州用的是烤製。烤製同樣是個考耐性的活兒，2個爐子同時開啟，近300度的高溫，2分鐘翻一次面，稍不留神就會烤焦。老道的周師傅對火候的把控早已是游刃有餘。手工烤製的果皮和機器製作的最大不同，便是果汁皮上會有很多小孔，能使果汁更加入味兒。正，來傾。來，我而家整啲好事。是啊，你攞定咗。家啲係佢哋做啊。我呢個3斤嘅。3斤啊，10斤可能要冇加15斤嘅，家就要去了哈。啊，冇了，主要對嚇。加過來。回到店里，林麗珍一刻也沒有休息，馬不停蹄拿出切好的蔥粒兒，小火不停地翻炒。20分鐘後，翠綠的蔥粒兒要變成深褐色，才能成為潮州人口中的蔥豬腦，和果汁搭配剛剛好。果汁店的每一位配料，夫妻倆都是親力親為，8年如一日。
每天10多个小时的劳作，在这碗招牌果汁上下功夫。这家小小夫妻店，让最挑剔的顾客都能成为宣传员。不是厨师出身的陈子明，也更坚定了自己的选择。潮州菜是中国4大菜系粤菜的主干，而老广对鹅情有独钟，一年可以吃到全国1/5的鹅。战斗力爆表的大鹅，面对广东吃货，最终都化为一句：没有一只鹅可以活着走出广东。而这话带到潮汕，那便是没有一只鹅能逃得过被掳的命运。潮州有句俗语叫“无鹅不成宴”，掳鹅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康熙年间。最早产于潮州饶平福滨乡的狮头鹅，更是让掳鹅红遍全国。狮头鹅呢，是以前就是一种吉祥物嘛，就是鹰的化身，有什么好事啊、喜事啊，都会掳一只这个狮头鹅。从小对掳鹅尤为喜爱的周明成，是拥有1万多只狮头鹅的隐形富豪。狮头鹅的额头和脸颊两侧长着硕大的肉瘤，正面观之形如狮头，因而得名。它的背上还长了一层灰黑色的鹅毛，犹如身披铠甲。要比个头，狮头鹅一定是常胜将军。一般养殖120天以上才可出栏，养得越久，身价越高。养到2年以上，它的肉质会比较结实一点。如果要达到那个肉瘤很大那个程度，它就养到4、5年。一般我们在卤制的时候，挑选的这些老鹅都到4年以上的。每天7、8点上市售卖的卤鹅，天未亮已经在卤水里泡澡了。柴火大鼎，古法卤制，虽花功夫，也更添人情味儿。鹅的每个部位卤制时间是不同的，有经验的师傅要进行多次吊水、淋卤汁等工序。这样卤的鹅它会收汁，让这个鹅会更香一点。你如果用煤气用那个大桶的话，它不会收汁了。我就只能这样子做。如果去换别的方式，做下来那个味道我不喜欢，那我还开这个店干嘛？这个吊汤呢，要吊到里面肚子里面的血水，它更容易熟嘛。一般一只鹅要吊2至3次。大火煮开，转文火。狮头鹅一般要根据体型卤制2到3个小时，老鹅时间更久，至少要4个小时以上才能入味儿。卤鹅的灵魂在于卤水。在潮州，各家卤鹅都有秘而不宣的配方，不过加南姜是每家的共识。有时候就喜欢吃这个卤味嘛，吃我们潮汕的卤水，所以我自己养了这些鹅，就种这些南姜来卤。南姜这种潮汕地区特有的调料，天生带着一种熏烤的芳香。比起其他姜种，南姜少了些辛辣，还略微带甜。至少要种植2年以上的老姜，才能起到去腥提鲜的作用。为此，周明成特地在老家种了10几亩地，专供自家卤鹅用。像我手里这种比较黄的，就是比较老的；像这种比较白色一点的，就比较嫩，越老越香嘛。姜还是老的辣。这个姜拿回去之后呢，又重新再挑选一下，老的就拿来卤鹅，嫩的就拿回去重新种起来。老师啊，
咁咩成日整咩？蒙呢就做照嘅滷水，滷就自己個果啦落去。我哋落個果啦，落果啦呢，洗咗到滷水，特別係脂肪滷水後，伊正食出個夠。对小时候的卤鹅味道念念不忘的周明成，请来了潮菜非遗传承人方树光老师指点一二。我蒙呢就要落啲蓮子丁香啊。即係落咗個味係嘛？佢滷水是好落丁香。但作為我個人嘅意見，甲從到正解伊每一份誒，我就反對落丁香。丁香呢，乃會大份貴，就滷水熬滷，直接落啲落最後，伊係必勝。花椒、八角、桂皮、甘草、香叶等香料能为卤水增香提味儿。经过反复的调试，周明成终于找到了满意的香料配比，配上这一锅好卤水，鹅将军才能在高手云集的潮菜中战无不胜。卤制好的狮头鹅，卤水的颜色深深地附着在鹅肉上，棕红色的鹅皮油光闪闪。在潮汕地区，卤鹅都是冷吃的，挂上一会儿晾凉，让水分沥干一些才能售卖。生意好时，周明成的店一天可以卖出300多只狮头鹅。好鹅肉常有，老鹅头难求。金贵的老鹅头甚至卖到1000块钱以上，得提前预定才有。潮州卤水鹅被称为凉菜里的劳斯莱斯。晾凉的狮头鹅肉质层次分明，紧实有弹性。吃的时候蘸点本地必备的蒜泥醋，醋的酸中和了鹅肉的油脂。紧致的鹅脖，细嫩的鹅肉，富有胶质的鹅皮，在与味蕾接触的瞬间，感受到的不是咸，而是沁人心扉的香浓。卤水递进的口感，让每次咀嚼都迸发出新的味道，越吃越香，越嚼越美味。潮式卤味味浓香软，满满都是生活的滋味，深得好好吃饭、认真生活的潮州人的喜爱。潮州卤水以其繁复而独特的工艺，飘香300多年。潮州市东南角，沉静的韩江，在奔赴深海的旅程中骤然一分为二，2条支流孕育出一块巨大的河州。这里草木丰盛，亚热带季风湿润气候和独特的土壤地理环境，孕育了潮州人钟爱的江东竹笋。与江南人吃惯的春笋、冬笋不同，江冬笋常在盛夏长成，立夏过后才是采挖竹笋的最佳时节。清晨5点，26岁的林洪坑照旧早早起床，迎接当天的第一批江冬笋。老哥，来吧。这弄几根。由5月开始的笋季已经进入了尾声，农历8月15的这最后一茬笋，在售卖前，林洪坑照例会预先进行分拣。竹笋好坏，首先就看它切面嫩不嫩，水分足够的话，它是黏黏的，这竹笋就嫩就好吃。像这个长一些黄丁、黑丁，笋就会比较硬，不好吃，就不要了。怀有5个月身孕的妻子小飞，正忙着清点需要售卖的笋果，他俩要尽快赶到村内的市场。小夫妻在广州打工时相知相爱，小飞在婚后跟随丈夫回到江东，故乡的生活
总是让人心里踏实。扎下根的两人开始尝试把村里的笋往城内卖，卖笋变成了卖菜。就这样，两人全年無休地做起了江東農產品的銷售員。直到你哋真休息下，一直到登嚟你做話嚟話拜咗下，都係休息。要理想化。熟悉的顾客总是掐着点来，还来不及摆好货品，手忙脚乱的俩人就开始面对应接不暇的客人。笋衣这部分就最嫩的，先削出来，其他部分来削笋丝。照顾门店的空隙，小林得赶紧处理需要配送的笋。一天一般都是20到30单。然后其实结婚之前也是挺懒散的一个人，睡懒觉、玩游戏。结婚之后改变很多吧。虽说小本生意赚的不多，两个人也做得乐在其中。自家的笋，家乡的菜，能让城里人喜欢，就很让人欢喜了。潮州长夏无冬，生长在韩江畔的江冬笋，由于肉质细嫩、松脆爽口，被视为菜中珍品。从破土而出到成菜上桌，讲究的是一个快字。稍慢一步，那滋味便是天上人间，云泥之別。嚟除過嚟的餸，落過嚟用嘢嚟。好，那个要不啊？炒叻你嚟，除開你。好。为了最大程度的保持口感，小林每天卖完菜都得来笋田里为自家餐厅再取一次笋。好餸都過再啊！再了煎落介就冇用，煎落係啲啊，要生了漿啊，冇用，咁會卡熟，那個拍子講嘢啊，煎落介就起大啊，杯就大家，煎落介就好食。扒開20厘米的土層，肥壯的笋體還保留着一層淡淡的绯紅，如清晨的朝霞。鏟刀緊貼土層，在笋木處下刀，一鏟一提，鮮笋應聲而起。哇，你要寫這個？笋呢直食啊，白啊，做咩做就可以食咯。行，好。我得去啦，煎落嘅的餸薄佢噃，錯搦到直嘅。哦。人们真爱这一口争分夺秒的水灵鲜嫩。刚刚离开土地的笋，总会以最快的速度到达厨房，切成块儿、片儿、粒、丝，每种形态都对应着不同的美味表达。最鲜嫩的做成冰笋，保留原有的山野风味儿，蘸上芥末酱油，清甜爽口。笋块和鸭肉同炒，鸭肉的油脂浸润脆嫩的笋块，形成浓郁口感。笋丝包成笋卷，裹上蛋液，沾上面包糠，炸到表面金黄，外壳焦香酥脆，变成了一道风味独特的小吃。笋粒儿则最适合调配成馅料，制成潮州本地的特色笋果。笋馅儿的调制很有讲究，滚油将香菇、猪肉爆香，加入虾米增加鲜味儿，再用干贝汁、鸡汁调味儿，最后加入笋粒炒匀。多种芳香物质混合一处，杂糅出复合的风味儿。包裹是潮州女人擅长的活计，在双手不停的小飞看来，笋已是小两口日常生活中密不可分的存在。早上5点起来，去到潮州店里去卖配送啊这些，然后下午的时候就回来店里。不过有时候还是会放松一下，才有力气干活。蒸熟的笋果，晶莹剔透的外皮，透出饱满的内馅儿。趁热点上菜脯干，果皮劲道不粘牙，馅料芳香四溢。
每年中秋节赶来吃尾茬笋的客人不算太多，只有对江东笋无限钟爱的人，才会踩着夏天的尾巴来到这里。笋味特别足，最后一次的笋也得到江东这个地方来吃的才比较好。忙碌的一天结束了，深夜的团圆饭依旧少不了竹笋，它见证了人们的辛劳，也将收获的憧憬带进一年又一年的盛夏笋季。在潮州的网红街牌坊街，你能深深体会到一座活着的古城是什么样子。人们在过往的风貌中演绎现代生活。9点前是牌坊街的通车时间，买完菜的林派正赶着回店。作为潮菜师傅，在外走南闯北10来年的林派，5年前回到潮州。好，精成型，上面浮上鸡蛋。从叔叔手上接下的这间潮州饭店，是街上唯一的国营老字号。店里的招牌就是各式的潮州小吃。我这个是酥肉，它是半煎半炸的。甜酱油加上一点金桔油，比较甘香清甜，增加这个糯米猪肠的风味。小馆子、小老板，林派当然要样样精通。果条与牛肉芥蓝的配合，是检验潮菜师傅手艺的最佳菜品，也是时光带不走的潮州人的挚爱。牛肉在煮的过程不能煮得太熟。来喽，上菜啊！这个老店，他专门来找这个店吃的。传统的做法最能吸引老潮州们，但本地的客流并不能缓解林派的经营压力。国庆4、5万，平时1万多，现在几百。在里面做特色小吃。今年反复的零星疫情，让这条平日里游人如织的网红街饱受冲击。有做事一天一下子就过了，没做事呢，一天真的做得比较累。生意清淡，闲下来的林派开始关注孩子的学习。考得不好没关系，慢慢来。向姐姐学习，她比较勤奋。可能长大了也是个人才，对吧？是不是？一起努力，啊！明天就是国庆假期，突如其来的雨让乐观的林派也不禁焦躁了起来。期待了3个月的人流会出现吗？简单的米食，在潮州如同百样人生，能生出万千变化。米浆倒入小盅，猛火蒸10分钟，洁白如豆腐的米果自然形成凹洞，填上炒制好的菜脯粒，香韧可口的果皮混合着菜脯的咸香味儿，丰富的口感让咸水果成为潮州饭店不可缺少的一味平价小吃。谢谢啊。这一片他家做的咸水果比较地道，比较好吃。来看。街坊四邻的手艺丰富了店里小吃的种类，但店里最有特色的一道米食，林派总是亲自上手。这个米泡了4个小时左右，准备要来磨浆，然后吹热高管。今天是国庆，我们就做多一点。容器先刷一下油，防止这等一下会粘在里面。
纯米浆难以蒸熟，挑战厚度，必然要增加工序。蒸一层熟了，然后再蒸，大概是6、7层吧。高温蒸煮后，米浆内的淀粉分子软化凝固，呈现出略微透明的质感，表面凝结出一层韧皮，如此循环往复，层层叠加。第一层大概要5分钟，第二层6、7分钟，到最后厚度比较厚，可能有20分钟。用近2个小时制作完成的糕果，米香浓郁，多层韧皮形成的结构，让果肉弹韧有力。好，1份牛肉炒粿条要不要？可以当主食。客人开始进店，林派加快了手速。第一步呢，就先加一点酱油，搞一点颜色，再下那个咖喱粉，这个就把它拌均匀，它等一下煎起来就比较好看。咖喱引入潮菜源自于清末下南洋的风潮，现如今生活富足，潮人不再出海讨生活，但这道具有南洋风味的小吃却在潮州扎下了根。鸡蛋就全部淋在上面，把它包住，就多放几次。撒上葱花出锅，淋上浇头，外酥里嫩，鲜香微甜，这样就 OK 了。人流挤满了牌坊街，小店很快爆满。林派享受着客似云来的快乐。来，这个国庆今天的生意呢还算可以，比预计的还好了一点，可以回血。卖的最好是蚝煎100多份吧，炒糕果呢30多份。希望这个疫情赶快过去，明年肯定会更好啊！疫情一控制好，大家好。在潮之洲，潮水往复。以蚝为生的蚝乡景洲，有着长达10多公里的海岸线，近海处虾塘密布，给海湾的浮游生物提供了充足的养分。平均5米的水深，利于固定蚝排，让这里成了一片绝佳的生蚝养殖场。11月，景洲湾养殖的生蚝正处于育肥的关键期。最近雨水偏多，林朝伟接到了一个不好的消息。我现在切了一半，切了50%。对，就是那个钓得太浅了，水太大，想让它肥得更快，因为藻类它一般都是在上面的比较多，所以说我们就想着把它在上面一点点，这藻类比较丰富。欲速则不达，林朝伟本想在育肥期为生蚝提供充足的食物，让蚝能够迅速长大长肥。但最近频繁的降雨，让近海湾处的海水迅速稀释，海水盐分急剧变淡，让近海湾处这10几个蚝排的生蚝面临灭顶之灾。抢救这批生蚝的唯一方式，就是赶紧把它们转到更适宜生长的环境中。要把它那个钓到深一点的水层，2米深，盐度才会够。都是拿钱买经验。清掉死蚝，重新调养，工人们迅速进行着分笼作业。摆得整齐的话，它生长出来的蚝形也就比较整齐，比较漂亮。林朝伟养殖的生蚝学名叫做3倍体牡蛎，是林朝伟在3年前为了开拓全国市场精心选定的品种。3倍体个头大，生长速度快，比较容易保存。随着那个物流的发达，全国各地基本上都可以达得到，所以它这个市场的空间会越来越大。等你养到100万斤的时候，你的海域要很大，每一块海域它的调养的方式都不一样。转移完这批近海的生蚝，林朝伟马不停蹄，继续巡查另外100余个蚝排，持续监控调整，让生蚝长得个大肉肥，是年末收益的保证。每年这段时间就是长芽最快的季节，看到没有？这个芽是刚长出来的，
因为它那个海水凉下来的时候，这个生蚝就开始长芽。这个才8天，就长差不多有个指甲盖这么大。然后它里面的肉肥度一上来，它也跟着这个壳往外扩张，就证明我们这边的水温盐度比较适应。三倍体牡蛎富含糖原、氨基酸，有海洋牛奶的美誉，是具有食补作用的海洋珍品，在国内的宵夜市场备受追捧。林朝伟精心管理的这150个蚝牌，即将迎来行情最好的年尾出货季。这都是养了很长时间的了，像这么一大个，要10来块钱，过10来天，它肥度会更好一点，至少一斤在市面上现在好几块钱了。今天大概出个3、5千斤，供不应求啊！主要是人家订货，我们现在还不卖。今天的意气风发，得益于坚持不懈的努力。3年来，他跑遍了全国的海产市场，就这样收获了全国各地的客户。因为它这个地方是易肥的，它这个地方肥得快。我们原产地出货价就这个，到了市面上可能就不止5两以上，可能15块钱左右了。你差不了多少啊？现在的生意就是这样子，也就这一点利润。广西的客户远道而来，林朝伟最引以为傲的3倍体牡蛎，怎么聊都不嫌多。都是刚刚在长芽，里面肥不？肥啊，看了就想吃了。肥度还算可以，这边的小苗长势也挺快的。那小的到那个大话要2语投机，意犹未尽。林朝伟带着客户驶向锦州养殖历史最悠久的一片蚝场。带你们去看一下我们养殖场的那个海蛎，它也是好的一类是吧？对。割2串，我们晚上回去品尝一下也行。基本上我们近海都是养这些。这种蚝的话，就是我们做的蚝仔煎。你们那边应该拿去煲汤的比较多吧？福州比较多。这片蚝场出产的是锦州产量最大的太平洋牡蛎，它在当地有一种特殊的养殖手法，将牡蛎挂在海面固定的高度，退潮时，牡蛎会有几个小时晒到阳光。这种经历过日晒的蚝，壳体坚硬，肉质更加紧实。太平洋牡蛎采摘几个小时后，就会出现在锦州的横街窄巷里，有近万人参与开蚝的工作。锦州人开蚝技术娴熟，这种特殊的手工技能，即使在机械横行的现在，依旧无法取代。太平洋牡蛎煮熟后，紧实圆润，黑耳白肚，状似珍珠。它有个让人熟悉的名字——珠蚝。天色渐晚，蚝牌上的小厨房里热气腾腾。滚熟的粥底加入猪肉、鲜油，起锅前下入刚取的猪蚝，海鲜丰富的氨基酸充分释放，鲜也就在这碗粥里尽情绽放。3倍体牡蛎则直接上炭火炙烤。海洋里最柔嫩的佳肴，在岩石般坚硬的壳体里沸腾。肥美嫩白的蚝肉点上蒜蓉，加入辣椒酱，简单而不失原味。丰腴的蚝肉裹上芡汁，入油锅炸至金黄色，外酥里嫩，又是一道让人不能自拔的美味。啊，这是炸蚝啊，酥脆的。沾点这个汁，同享美食是人与人拉近距离的最佳方式。在林朝伟看来，海鲜最能带来味蕾的满足。在这片海域，只要肯干，就一定会有回报。好吃，多水点了哈，多水点。潮州城内被老街老巷簇拥的谢家祠堂里，正在筹划一场本年度最盛大的家祭活动。擺支邊度有啲牛坑子可能係，我去過嚟拜6日咧，先唔愛客玩啦嘛。我開始嘅時候，摸啲嘅就係嚟名頭，
这样的热白费还进来之后就来吧。谢海平作为族里的小辈，负责所有与食物相关的工作。祭拜要用的果品，谢海平当然得去看看。你睇喺邊度攞到先啊？試試下，食咗一時，你個喺邊個舊先啊？潮州人一年到頭都在為10年8節忙碌。本地人祈福美好生活的形式之一，就是奉上各類果品。紅桃果形似桃子，象徵長壽，是祈壽的首選。做好的紅桃果如同一隻平面的紅桃，上籠蒸15分鐘，紅桃果變得晶瑩油亮，顏色吉祥喜慶，這讓它在年節祭品裡擁有不可撼動的地位。嚟，要係嚟試下啊，爽撈蘋果切啊！謝海平經營着一家私房菜，生意不能停，心裡卻盤算着明天家宴的一道大菜得趕緊備菜。這裡指的是香蓮，個頭大，香氣足。這一定手工的，不可以用到粉碎機打，它比較糊，粉碎機不加水的話打不過來，加水的會影響它的口感。豆沙蓮蓉是潮州一道別具風味的甜菜，蓮蓉是主角。炒蓮蓉是個功夫活，加入白砂糖、油，在鍋中用小火粘炒20分鐘，直到蓮蓉粘連成塊不粘鍋，這味傳統潮菜的底料才算完成。精工細料，耗時費力，豆沙蓮蓉極少有人製作。因為這次難得的相聚，謝海平卯足心力。這是本地五花肉，白肉瘦肉相間的，吃起來會比較細膩一點。肉塊入水，加入蔥薑料酒，焯去血水。肉皮上密集地扎上孔洞，抹上醬油，五花肉準備變身。肉塊在滾油高溫的汆燙下，發生美妙的褐變反應，呈現出焦糖色。表層密布的孔洞因高溫迅速脫水，變得酥鬆焦脆。就像那個紗布一樣皺皺的這種感覺啊，這樣就好。炸好的五花肉切厚片，與糖同煮，糖將賦予它更馥郁的風味。糖汁包裹滲入，油脂緩慢釋出，脆皮被糖汁浸潤到逐漸軟化。差不多煮10分鐘，但是要下蒸籠蒸了1-2個小時，蒸到筷子一夾就斷，狀態是最好。擺盤後淋上糖汁，肉皮皺沙，肉片剔透，蓮蓉軟糯香甜。在謝海平看來，籌備大宴是徒弟們練手的絕佳機會。呢個配係料掉，冇料掉嘅蒸料呢個點樣配嘅蒸料嘅破坑冇樣，呢個就是料掉。煎蛋皮是為了製作另一道傳統潮菜富貴16球。要想將蛋皮煎得漂亮有韌性，手上必須得有點功夫。差一點點，但是它還可以啊，有點拉力，有拉張力，它包起來它就也不會那麼容易碎。蛋皮包裹餡料，紮起，素淨可愛的16形，寓意多子多福、吉祥如意。對於海內外千萬潮州人來說，祠堂是記住鄉愁的心靈聖地，家祭是懷抱祖德、飲水思源的精神依托。
谢家的大日子，祭品依次上桌，宗亲们陆续到场。一墙之隔，谢海平正全力投入，确保餐品的美味，这就是他对先祖抱持的最大敬意。一干一场，百寿永年，泽泽叔叔，麦提应者，平心福贵。怀揣着对祖先的尊敬与感恩，祭祀仪式虔诚而肃穆。早上內用啊，那這個點菜啊哈，對不對？等等點啊，這個是。美食四地呈上，同样的场景，从谢海平有记忆开始，大家年复一年聚在一起，用最家常的美食来敬祖先、聚宗族。谢海平带着敬意，祈求家人平安健康，宗族绵延兴盛。林洪坑在损季完结的3个月后，迎来了小女儿的呱呱坠地。岁月不动声色，将百般滋味留在日常饮食里，一箪一食，带着潮州人对美好生活的期盼，映射出一幅幅温暖而美好的人间图景。